那是东风机械厂的张厂长，咱们厂这是要和其他厂合作了。那是咱们王厂长，他们来食堂是准备做什么？合作的事情我知道了，这种事情你们谈就行，没必要来打扰我。这红星机械厂，您毕竟是创始人之一，这种事儿没刘姐你过目怎么行？王德发，你脑子被门挤了。她一个打饭的阿姨，咱们要签的合同，你给她看什么？签？就凭你这份藏了陷阱的破合同？你个打菜的胡说什么呢？什么陷阱？第3页第5条，原料损耗率5%。光这一条你就能吞我们20吨钢材，还有最后1页的条款，合着我们的技术都得白给你，当我们红星厂没人了？你一个打饭的怎么会懂这些？这位可是我们红星机械厂的创始人。创始人王厂长，他不是食堂打饭的吗？他打饭的，当年红星厂的整条生产线都是他带人建起来的。别说你这点小伎俩，就是全行业的合同放在他眼前，也藏不住半分猫腻。误会，都是误会，我们这就走。走，告诉你。红星厂备料30吨，运往你们厂赶工，最终产量必须达到甲级标准。再敢耍小聪明，以后云城的机械圈，你们东风厂别想立足。是，我们一定按规矩来。刘姐，今天多亏有您，不然这单合作咱们不仅亏大了。您看您什么时候回厂里主持大局？我现在就是个食堂打饭的阿姨，只想护着我女儿。厂里的事儿你顶着，有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别声张我的身份，别打扰我女儿欣欣。妈，我听说东方厂的人来了。是有这么个事儿。对了，你不是想要评厂里的先进个人吗？那篇外商项目的翻译稿弄完了没？差不多弄完了。建国说他帮我把把关，到时候靠着这份翻译稿的功劳，肯定能评上厂里的优秀个人。周建国，我怎么看着他这人不太踏实？那个打菜的多给我盛2块红烧肉，没看见红梅最近都瘦了。建国，你小点声，人家欣欣还在这儿呢，当心人家妈心里不舒服。李红梅，你知道周建国是我对象，你还跟他走这么近？刘欣欣，你怎么回事？我跟红梅就是普通同事，你至于这么较真吗？再说了，你那翻译稿要不是我熬夜帮改思路，你能写得这么顺？那稿子明明是我自己写了半个月，怎么就成你熬夜改的了？周建国，我家星星的翻译稿，你真的出过力？怎么没出力？要不是我给他提方向，他能翻译得这么顺的？建国可是咱们厂的4级钳工，帮你看翻译稿那是给你面子，欣欣你就偷着乐吧。周建国，你和李红梅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我和红梅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周建国，你是我对象，我问问都不行吗？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红梅现在才是我的对象。妈，对不起，都怪我找了这么个人，让你跟着受委屈。傻丫头，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欣欣那篇翻译稿，你拿去改个名字交上去，这次优秀个人肯定是你的。谢谢建国哥，你甩掉刘欣欣是对的。我舅舅可是车间主任，等我评上先进，就让他给你提5级钳工。李红梅，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也交了评选先进个人的材料，怎么只许你参评，不许我参评啊？刘欣欣，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大家公平竞争，你老盯着红梅干什么？公平竞争？他的稿子哪来的？你心里不清楚？昨天你刚从我这儿拿走的稿子，今天就到他手里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红梅的稿子是我陪着她熬了3个通宵写出来的，跟你的有什么关系？舅舅，你看他自己写不出好稿子，就说我的是抄他的，你可得给我做主啊！小刘同志，说话要讲正经。红梅的外语水平大家都知道，怎么可能抄你的？无凭无据就污蔑同事是要记过的。我没有污蔑，翻译稿里面3车间的技改数据、老毛伯的事迹，全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查资料写的。数据，全厂的技改数据都是公开的，谁都能写。你再在这胡搅蛮缠，就取消你的参百资格。妈，他们太过分了！李红梅把我的翻译稿交上去评先进，他舅舅还护着他，说我污蔑人，还要取消我的参评资格。别急，慢慢说。稿子是被他们拿走的，肯定是周建国昨天趁我不注意，偷偷复印了一份。他们就是想抢我的功劳。放心，是你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可是李红梅舅舅是车间主任，厂办的人都听他的，咱们能说得清吗？车间主任怎么了？
车间主任就能黑白颠倒。下午咱们就去厂办，把这事儿说清楚。哟，欣欣你也来了，不好意思啊，这次的优秀个人舅舅已经帮我报上去了。李红梅，你剽窃我的翻译稿，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刘欣欣，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再污蔑别人，我给你记过处分。王海，你好大的官威啊！怎么拿了别人的东西还想倒打一耙？你谁呀？一个食堂做饭的也敢管厂办的事儿？就是一个食堂大妈，懂什么评优？赶紧盛你的菜去，别在这丢人现眼。阿姨，不是我说你，欣欣年轻不懂事儿，你也跟着瞎闹。李红梅，你说翻译稿是你自己写的，那你能证明吗？我记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少说这些没用的，说的你们能证明一样。既然你说翻译稿是你女儿写的，那你肯定有办法证明了。你如果能把翻译后的外语念出来，这次评选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主任，她一个食堂大妈，别说懂外语，她怕是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吧？妈，要不咱们算了吧，咱们斗不过他们的。我认不全字母，那我今天就念给大伙听听，看看这翻译稿到底是谁写的。Specifies total skill and reaching requirements。我的天，这外语说的也太顺了吧，比广播站的外语广播还好听。可不是嘛，我之前听过外商说话，就跟这味儿一模一样。王海，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都围在这儿干什么？上班时间聚众闲聊，不用干活了。舅舅，您可得给我做主啊！刘欣欣分明就是故意的，还让他妈过来闹事，欺负我一个小姑娘。主任，我可以作证，翻译稿真是红梅自己写的。刘欣欣他妈就是个食堂大妈，刚才肯定是提前备好的。你一个食堂做饭的，怎么可能会外语？肯定是提前背了几句，想蒙混过关，帮你女儿抢功劳。对啊，肯定是提前背的。一个食堂大妈怎么可能会说外语？我看也是，不然她这么厉害，怎么还在食堂打饭？不是的，你们胡说，明明是他们在颠倒黑白。我是做什么的，轮不到你们来评判。但我女儿的功劳，谁也别想抢。行了行了，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评优结果已经报上去了，就是李红梅的。你们再闹，就按扰乱办公秩序处理。凭什么？明明是李红梅剽窃了我的功劳，你凭什么让她顶替我的名额？凭什么？凭我是车间主任，我说了算。王主任好大的口气，我倒要问问红星机械厂什么时候成你说了算了？怎么，你一个食堂大妈还管得了我？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就这么定了。行，既然你这么说，那咱们就走着瞧。还是王主任厉害，3言2语就把他们打发了。那是，我舅舅一出马，他们母女俩根本不够看。你们俩也给我注意点，那个刘丽邪门的很，想办法先将先进个人名额拿到手再说。怕什么？她不就是个食堂大妈吗？还能翻了天不成？就是，等你评上先进，我升了5级骈工，以后在厂里谁还敢惹咱们？赵部厂长，王厂长让我先回来通知你们，原定的翻译路上出了事，暂时到不了。外商那边又提前了考察时间，一会儿就到。这可怎么办？这外商都到门口了，没人沟通怎么行？这合作要是谈砸了，全厂工人今年的奖金都泡汤了。副厂长，我会外语，我可以当翻译。副厂长，红梅外语可厉害了，让她上肯定没问题。红梅是我外甥女，外语水平确实不错，就让她试试吧，总比没人强啊。真的，小李，赶紧跟我来，这次要是谈成了，我给你记大功。看见没有，红梅可是真才实学，不像某些人，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李红梅的水平我清楚，她只会几句日常对话，到时候说错了怎么办？说错，就是说错了，也有王海主任担着。你有什么？你这个在食堂打菜的妈吗 ？Welcome to our place。这说的啥呀？跟蹦豆子似的。就这水平也敢当翻译，闹呢？让我来吧，这次合作关乎厂里几年的收益，不能就这么搞砸了。刘欣欣，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够了，还嫌在外商面前出的丑不够吗？让我女儿试试，我相信这孩子的能力。你说试试就试试，你算老几？刚才已经丢过1次人了，我不能再赌。想试试可以，必须王厂长点头。她就是个打菜的阿姨，上哪认识王厂长去？就是我都不行，刘欣欣去了也是浪费时间。你现在去找王厂长，给外商做翻译的事情，我这边准备让我女儿做。
你刚才说什么？你认识王厂长？妈，你怎么认识厂长的？王德发以前在我手下做过一段工作，这点小事儿还是会帮忙的。你吹牛也找个好点的理由好不好？你说你认识王厂长，吹牛不打草稿。就是一个食堂打菜的阿姨也敢攀王厂的关系，真是笑死人了。刘欣欣，今天在外商面前做翻译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好，我可以的，去吧，就按平时我教你的说，妈给你做靠山。Welcome to our establishment。我的天，刘欣欣这么厉害呀，比李红梅强100倍，可不是嘛？原来人家才是真有本事，之前都被李红梅给埋没了。Your translations are excellent, far better than the person I spoke to earlier. I can truly see your sincerity. 我亲自带着各位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机械厂。欣欣，你跟着翻译。得意什么？建国哥，你说刘欣欣他妈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会认识厂长？肯定是在虚张声势。王厂长马上就会回来，到时候看他怎么丢人。赵红兵，这床怎么坏了？怎么回事？好好的车床怎么坏了？维修班呢？赶紧叫维修班的人来！赵副厂长，维修班的人都去分厂抢修了，最快也要2个小时才能回来。我知道车床为什么坏了，肯定是刚才刘欣欣翻译错了技术参数，导致工人弄错，才把车床弄坏的。对，好好的车床早不坏晚不坏，偏偏他翻译完就坏了，不是他的问题是谁的？不是我翻译的都是正确的，根本没有错。不是你是谁？难不成是车床自己坏的？大家都看见了，刚才就你跟外商沟通，不是你翻译错了，还能有谁？就是你自己能力不行就算了，还连累全场，这台车床你赔得起吗？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女儿翻译错了？张嘴就敢栽赃？不是他还能是谁？难不成是你这个食堂大妈弄坏的？再说了，你懂车床吗？就在这护着他。就是你一个打饭的，懂什么接床故障？别在这添乱。我不懂，我倒要问问，车床是主轴抱紧还是齿轮崩了？是操作失误还是正常磨损？看着像是主轴抱子，但是具体原因得拆开才知道。说的没错，就是主轴轴承抱子，再晚10分钟，整根主轴都得报废。大姐，你也懂这个？懂一点，这根本不是操作失误，就是正常磨损没及时保养，跟翻译没关系。你说不是就不是，你说是磨损就是磨损，我还说是翻译错了呢，空口白话谁不会说？就是，现在车床坏了，外商还在等着，耽误了合作，这个责任谁担？责任我担。我要是半小时之内修好车床，证明跟我女儿没关系，你们怎么办？你要是能修好，我把车床吃了；要是修不好，刘欣欣被开除也活该。听见没有？修不好就让你女儿担责任，你敢不敢赌？刘丽同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床要是修坏了，损失可不是小数目。妈，别跟他们赌，太冒险了。赌就赌，我要是修好了，不仅要给我女儿道歉，你们冒领我女儿翻译稿的事儿也得一起算清楚。行，只要你能修好，什么都好说；修不好就别怪我们不客气。给我拿一把12号扳手，一把平口螺丝刀，再拿一张细砂纸过来。装模作样。等下修坏了，看你们母女俩怎么收场。这手法比维修班的老师傅还利落，拆主轴箱的步骤一步都不错。你们自己看，轴承磨损严重，积灰都厚成什么样了？这叫操作失误，这分明是保养不到位。好了，真的好了。刚才是谁说修好了就把扯床吃了的？你别太过分，不就是修好了个扯床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分！刚才你们栽赃我女儿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就算车床不是刘西西翻译的问题又怎么样？修车床和翻译这个是两码事儿，车床修好了就算了，别的事儿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今天这事儿必须说清楚。一群蠢货，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居然敢这么跟他说话！王厂长说笑了，我不就是你亲自请回食堂的打菜阿姨吗？没错，刘丽同志是我亲自请回食堂的老师傅，打菜手稳分量足。你们倒好，
敢对他出言不逊。厂长，就因为他是您请的打菜阿姨，车床故障的事儿总不能凭他一句话就定了吧？对啊，厂长，他一个打饭的，凭什么说车床是正常磨损？万一是翻译错了导致操作失误呢？凭什么？凭我干了10几年厂长，我还分不清是磨损还是操作失误？老钱部师傅都在这儿，你们自己问问，是不是轴承正常磨损？王厂长说的对，确实是常年没保养的正常磨损，跟操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刘欣欣同志没有任何责任。至于你们故意栽赃同事，直接按常规处理，等着处理结果吧。是，厂长说的对，是我们没搞清楚情况。刘姐，今天这事儿是我没管好下面的人，让您和欣欣受委屈了。没事儿，查清了就行。妈，厂长怎么对你这么好啊？妈以前帮过他一点小忙而已。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外商敲定10万件大订单，价值上百万，咱们厂今年效益要翻番了。这次的100万外贸订单是咱们厂这些年来头一份儿。为了保质保量交货，厂里定了规矩，谁拿出技术方案，直接评年度先进个人职位连升1级。连升1级还评先进，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好事儿啊！可不是嘛，评上先进，以后提干都优先，这前途还用说？听见没？这机会要是抓住了，你以后在厂里谁敢惹？可我哪会写什么技术方案？那些参数我看着头疼。怕什么？让你舅舅出面，把这活全派给刘欣欣就成。等他熬完夜写完，你换个封皮交上去，坐享其成。可上次都没成，这次会不会？上次是意外，谁知道厂长会忽然出现？这次可是现成的功劳。成，我一会儿告诉我舅舅。等你评上先进升了职，再让你舅舅拉我一把，咱们俩以后在厂里横着走都行。妈，我也想试试写这个方案，要是能评上先进，也能给你争口气。想做就去做，妈支持你。这不好吧？技术方案是核心活，真出了岔子，我也担待不起。舅舅，能出什么岔子啊？方案交上去，领导只看结果，谁管是谁写的？你就帮我这一次，等我升了职，肯定第一个孝敬你。行吧，我去跟厂办说，把方案撰写加翻译的活全派给刘欣欣，稿子写完先交我这儿，我再转手交你手上。刘欣欣，厂里研究决定，这次100万订单的出口技术方案，还有全套外文翻译，都交给你负责。真的吗？交给我负责？别高兴太早，这可是咱们厂最重要的订单。方案要是出了一点差错，你可是要负全责的。到时候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红梅说的对，任务很重，要求也高，给你5天时间，必须把完整方案和翻译稿都交上来。要是做不好，厂里的损失你承担。我一定好好做，保证不耽误事儿。最好是这样，写完了直接交到我办公室，我先审核，再上报厂部。欣欣，5天时间既要写方案又要做翻译，你忙得过来吗？而且王海主任明显是故意的。没事儿，辛苦点总能做完的，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妈，5天时间是不是有点紧啊？我怕做不好，再耽误了厂里的订单。傻丫头，有妈帮你，怕什么？妈，你要帮我一起做吗？不过咱们得多个心眼儿。上次他们能抢你的翻译稿，这次说不定还会故技重施。妈，你有什么办法？咱们在方案里留几处专属标记，只有咱们自己知道的那种，到时候就算有人抄，也抄不走真东西。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妈，你太聪明了。行了，今晚就开始，咱们娘俩一起加班，争取提前做完。
都第3天了，也不知道刘欣欣写的怎么样了。万一他写不完怎么办？你急什么？他那人最要强，答应了的事儿肯定会拼命做完。等他写完交到你舅舅那儿，咱们直接拿回来改个封面就行。我跟厂办打过招呼了，方案先交到我这审核，到时候我把刘欣欣的稿子压一天，让红梅你抄一份交上去，就没人能发现。舅舅你太厉害了，这样一来功劳就全是我的了。还是主任有办法。等红梅评上先进升了职，咱们都跟着沾光。你们俩也给我注意点，别到处乱说。这事儿要是露馅了，我也保不住你们。尤其是那个刘丽，邪门的很，你们别去主动招惹她。知道了，舅舅，她不就是个食堂大妈吗？就算她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厂长还能为了她跟我们对着干？欣欣，方案写的怎么样了？这可是大订单，你可千万别写错了，不然全场都得跟着你遭殃。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你捂那么严干什么？我还能要你的不成？会不会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什么意思？不就写个破方案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就算你写完了，功劳也轮不到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妈，李红梅刚才过来探口风，还说就算我写完了，功劳也轮不到我，他们肯定又想抢我的功劳。抢？咱们该留的案记都留好了。他们拿得走方案，拿不走里面的真东西，到时候外商验收，有他们好看的。好了，全部做完了，你检查一下，咱们留的3处案记都在吧？都在吗？第3页的参数后面，我加了个只有咱们知道的小标注，还有最后一页页表。我画了跟上次一样的小太阳花。这几处案记，抄稿子的人绝对不会注意，就算注意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时候事发，真假立变。可是妈，王海主任让我写完直接交给他，他要是直接把稿子给李红梅怎么办？给就给，咱们交咱们的，他们抄他们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等外商验收的时候，就是算账的时候。我知道了，妈，我听你的。王主任，技术方案和翻译稿我都做完了，您看看。行，放这儿吧。我审核完就上报厂部，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通知你。方案拿到了。你赶紧拿出去抄一份，封面换成你的名字，下午就交到厂办去，就说是你熬了几个通篇写的。谢谢舅舅，我这就去。到手了，这下稳了。那当然，等我评上先进升了职，第一个请你吃饭。你怎么也来交方案？笑话！这么重要的订单，我当然也要写方案参评了。难道只许你写，不许我写？你根本就不会写技术方案，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你不会以为我要顶替你的功劳吧？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进去问问，看赵副厂长认谁的。奇怪，刚才李红梅刚交了一份，怎么跟你这份内容一模一样啊？刘欣欣，怎么回事？你们俩的方案怎么几乎一模一样？赵副厂长，这方案是我熬了几个通宵写的，李红妈她根本不会写技术方案，肯定是要抄我的。赵副厂长，这不可能吧？红梅的方案是我看着她熬了好几个通宵写出来的，怎么可能抄别人的？我看啊，说不定是刘欣欣抄红梅的。2份稿子内容差不多，也没个谱，半会儿也说不清。赵副厂长，我真的是自己写的，刘欣欣她就是嫉妒我，故意说我抄她的。你胡说！行了行了，都别吵了，方案先放这儿，等外商验收的时候，谁能讲明白，谁就是真作者。现在说再多都没用。妈，李红梅真的把技术方案交上去了，还说我抄她的。赵副厂长也分不清谁真谁假。急什么？现在分不清，不代表以后分不清。等外商来了，一检验就知道真假。可是妈，万一他们真的把功劳算在李红梅头上怎么办？放心，外商要的是能落地的方案，不是一张抄来的纸。李红梅也没拿得走稿子，讲不出里面的门道，到时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红梅啊，你这稿子写的真是太好了！红梅，你也太厉害了，这么难的技术方案都能写出来，以后肯定前途无量啊！可不是嘛，
以后升了干部，可别忘了咱们这些老同事啊。哎呀，也没什么啦，就是熬了几个通宵而已。也是我舅舅指导的好，不然我也写不出来。那还用说，红梅本来就聪明又肯努力，这次评先进，实至名归。不像某些人自己没本事，还污蔑别人，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你说谁呢？方案是谁写的？你们自己心里清楚。怎么，我说你了吗？自己对号入座，是不是心虚了？心虚的是谁呀？抄别人的稿子还敢倒打一耙？我要是你，早就没脸在厂里待了。是不是抄的？等外商验收的那天就知道了。现在蹦得越高，到时候摔得越疼，你说是不是？摔得疼的是谁还不一定呢。能不能认出来？咱们走着瞧。别听他瞎忽悠，外商只看方案好不好，还能管是谁写的？你这次好好准备，到时候你照着方案念就行。对，反正方案在我手里，功劳就是我的。怎么办啊，建国？这里面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明天外商要是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怕什么？到时候听到听不懂的外语，你就随便应付几句，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中文，谁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可是有翻译啊，到时候翻译一问，我不就露馅了？没事儿，明天我跟你舅舅都在，真要是答不上来，我们给你打圆场，说你紧张。再说了，外商就是走个过场，哪会问那么细？真的吗？可我还是怕。放心吧，肯定没事儿。等这事过去了，你就是厂里的先进，以后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妈，明天外商真的会问细节吗？李红梅要是照着方案念，会不会蒙混过关啊？傻丫头，外商是来谈合作的，不是来走形式的。几百万的订单，他们肯定会把每个参数都问清楚。李红梅怎么可能答得上来？也是，妈，那咱们明天去不去啊？当然去，不仅要去，还要看着他们怎么把自己演砸。明天外商要是问起这几处暗记的地方，你就按咱们之前商量的讲，把思路说清楚，外商肯定能明白。都记熟了？记熟了。小李啊，待会儿李斯先生过来，你好好讲解一下咱们的方案。这可是咱们厂的大客户，可千万别像上次一样出岔子。赵副厂长，您放心，红梅准备的特别充分，绝对没问题。您放心吧，赵副厂长，我都准备好了。李斯先生，这位就是我们本次技术方案的主笔李红梅同志，接下来由她为您讲解方案。请。这个方案是基于。The wording of the plan appears very professional. 李斯先生说，方案文字看起来很专业，但讲解的人显然不懂里面的逻辑，很多核心参数都念错了。他怀疑这份方案根本不是这位女士写的。李斯先生，您别生气，他就是第一次见外宾，太紧张了，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跟李斯先生说，给他点时间缓一缓，他肯定能讲好。If this is the level of your factory's expertise, then I'm afraid we may have to reconsider our cooperation. 这可怎么办？闺女，该你上阵。赵副厂长，要不我来试试吧？这份方案的设计思路和参数逻辑，我都很清楚。你不行，赵副厂长，她一个小姑娘哪懂什么外贸方案？别再把外商惹生气了。就是，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想抢功也不看时候。Who is this lady? Was she the one who did the translation last time? 李斯先生问，这位是不是上次那位翻译很专业的女士？她有没有参与方案撰写？是她，她确实参与了方案的部分工作。李斯先生上次见过我女儿翻译，她的水平您应该清楚，让她试试，总比在这儿僵着强。Okay, then let this lady speak. 太好了吧！这关键时候还是得留心上。原来人家才是有真本事啊，咋感觉李红梅才是那个贼喊捉贼的呢？You presented it exceptionally well, with clear logic and precise parameters. That's what defines a true solution developer.
李斯先生问这个公式后面的标记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像是专属的计算记号。这就是随手画的，没什么意思。This mark is an error calibration mark I added specifically. When workers see this mark during operation, they can adjust parameters quickly, boosting processing efficiency by at least 10%. This design is perfectly tailored to the actual equipment conditions of your ore founding, and such meticulous details can only be conceived by professionals. 谢谢您的赞赏。 Ms. Liu, you are extremely professional. I formally request that you take full charge of all follower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厂后续肯定让刘欣欣同志跟您对接。 Madam, I watched you repair a lathe with my own eyes last time. You have such an outstanding daughter, and I'm really curious. May I ask who exactly you are? 她能是谁？不就是个食堂打菜的大妈吗？能有什么身份？对对对，她就是凑巧懂点车床皮毛，听多了能说两句。刘姨，食堂的蒸箱出问题了，大伙儿都等着开饭呢，你快回去看看吧。 食堂那边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剩下的合作事宜，让我女儿跟你们联系。李斯先生说，这个女士肯定不简单，她见过很多行业大能，都没有这个女士的资产。没说笑，就是个普通老员工。我早就觉得刘姨不一般，会修车床，会外语，连外商都高看她一眼，怎么可能是普通食堂阿姨？可不是嘛！看啊。 人家就是隐姓埋名来体验生活的大佬，扯淡吧你！体验生活的大佬也没在食堂打菜。舅舅，怎么办啊？外商都认准刘欣欣了，我的先机是不是泡汤了？还好意思问？我让你准备，你就准备成这样，连个参数都答不上来，你丢不丢人？主任，现在怎么办啊？赵副厂长会不会查这事儿啊？要是查出来，我和红梅会不会被开除啊？我哪知道？ 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大不了不干了，还能怎么样？可是那个功劳本来就该是我的，不甘心。大家安静一下，我给你们念念公告。李红梅因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给予开除处理。周建国记大过一次，降为3级田工。车间主任王海偏袒亲属，免去车间主任职务，降为普通技术员。我的天，连王海主任都被撸了。 这次厂里是来真的，活该！谁让他们整天抢别人功劳，欺负人家母女俩，这下遭报应了吧？居然被开除了！舅舅，怎么会这样？你可是车间主任，怎么说免就免了？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回，厂长这次态度特别坚决，要我说。 肯定是那对母女在后面吹了风，不然厂长犯不着为这点事免我的职。一定是那个臭打菜的，居然暗中告状，我跟他们没完！闭嘴！光放狠话有什么用？这事没完，刘丽、刘欣欣，咱们走着瞧。妈，厂里出公告了，李红梅被开除，王海被免职，周建国降级，真是大快人心。我说过。 做错了事儿就要受惩罚，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对了妈，我听说过段时间老板还要来厂里视察，就是因为咱们拿下了这个100万订单。视察就视察，跟咱们没关系，你好好做你的技术对接就行。主任，咱们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红梅现在去餐厅当服务员，我天天干粗活也就算了，你可是当过主任的人，你能忍这口气？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听说过几天老板要来厂里视察，到时候咱们就当着老板的面告他们一状。这办法能行吗？肯定行。老板那种存在视察，他一个食堂大妈敢乱说话，就是扰乱视察，到时候就算厂长护着他也没用。行，就这么办。我倒要看看。
那个食堂打菜的再厉害，还能斗得过老板不成？您是老板的儿子江少吧？我以前在红星厂上班的时候见过您去视察。你认识我？你是红星厂的？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就因为我不肯帮人作假，被人联合厂长开除了，还被扣了个剽窃的帽子。你说什么？还有这种事？是啊，江少，有一对母女跟厂长关系好，抢了我的工作成果，还把我赶出厂子。江少，您可要为我做主啊！多大点事儿，不就是个红星厂吗？改天我跟我爸说一声，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工作。真的吗？谢谢江少。刘丽、刘欣欣，你们给我等着，等我拿下江航这位老板的儿子，我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红梅，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来给你们带好消息的。谁啊？老板的儿子，江航江少。现在我是江少的女朋友。真的假的？老板的儿子？红梅，你没骗我们吧？你真攀上江少了？我骗你们干什么？过几天老板要来厂里视察，江少也会跟着来。这几天你们在厂子里做些手脚，到时候咱们让那对母女身败名裂。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江少帮忙，咱们肯定能报仇。老王，老板这种时候来咱们厂，可不能出岔子，各个车间都得打扫干净，就医流程也得再顺一遍。你安排下去。还有，老板那边特意提了，想见一见刘姐。老板要见刘丽，我的天，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不该问的别问，记住，老板来了之后，刘姐不想暴露身份，就别多嘴。要是坏了刘姐的事儿，谁都担待不起。欣欣，这次视察的宣传稿肯定是你写，你现在可是厂里的红人，说不定老板来了也会赏识你。什么红人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我听说老板特别看重这次的外贸订单，要是你表现得好，说不定能直接调去总厂呢。我没想那么多，在这儿就挺好的。哟，现在可真风光啊，都要在老板面前露脸了。你有事吗？没事就出去，我看见你就恶心。别得意的太早，老板可不是你们随便糊弄两下就行的，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周建国这话什么意思？神神叨叨的。妈，你说他们会不会又想搞鬼啊？老板来视察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们要是故意捣乱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想捣乱也得有那个本事。真出了事儿，有妈在。刘姐，不好了，仓库里的面粉、蔬菜少了好多，后勤的人刚过来查过，说账对不上，怀疑是咱们食堂内部人拿的。别急，带我去仓库看看，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捣鬼。刘丽同志，账本上的入货数量和实际库存差了不少，米面油都缺了数。你是食堂的人，这事儿必须给个说法。还用说吗？肯定是有人监守自盗呗，仗着厂长给撑腰，就敢往家里拿厂里的东西。你胡说，我妈才不是那种人。我胡说？难道后勤科的账能记错？我看就是你们母女俩偷偷往家里搬东西。刘丽同志，老板马上就要来视察了，这个节骨眼出这种事，影响很不好。要是查不清楚，会很难交代。账没记错，缺的东西我会找回来。你找？刘姐，老板的车队快到了，对方点名要见您，您看要不要过去见见？王厂长，您说什么？老板要见他？见他一个打菜的阿姨？周建国，现在给我滚一边去！仓库的事儿，我回头再给你算账。妈，为什么老板会点名要见你？走吧，我也很久没见过江城了。老王，刘姐刚才直呼老板大名，她跟老板到底什么关系？今天老板亲自过来，咱们厂拿下100万订单的事儿都传到老板耳朵里了，可不是嘛？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待会儿都规矩点，别出岔子。老王，我这心里不踏实，你说一会儿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按流程走就行，别慌。主任，你看这红梅，她真跟江少一起来啊！食堂仓库那边咱们已经做好了后手，机会来了。红梅、江少，你们可算来了。红梅啊，你可得跟江少多美言几句，帮我们出这口恶气。妈，他怎么来了？还跟个陌生男人在一起？没事，来者不善，看看他想耍什么花样。李红梅，你已经被厂里开除了，还来干什么？王厂长，说话客气点，我现在可是江少的女朋友，你们知道江少是什么身份吗？
我叫江航，家父是老板江总。刘欣欣，你给我过来！当初你联合你妈把我赶出厂子的账，今天咱们好好算一算。听见没有？江少亲自过来给红梅做主，你今天赶紧给红梅道歉，再把嫌疑名额让出来。王厂长，当初这事儿本来就判的不对，现在江少来了，正好重新查查，给红梅和我们一个公道。你们胡说八道！明明是李红梅用我的方案，现在还想颠倒黑白。江少，你看，他们母女俩就是这么欺负我的，抢了我的功劳不说，还把我赶出厂子。您可要给我做主啊！就是你们俩欺负我女朋友。你是江城的儿子，怎么知道我爹是谁开始怕了？怕了就让你女儿给我女朋友道歉，这事儿或许还有得谈。怕，就算你爹江城本人站在这儿，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你说什么？我爹不敢跟你这么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江少，她就是个食堂打菜的大妈，平时在厂里就爱装腔作势。对，她就是个打菜的，仗着跟王厂长有点关系，在厂里横行霸道。你不许这么说我妈，我妈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江大少，有些话还是别说太满的好，免得到最后收不了场。王厂长，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居然帮一个食堂打菜的大妈说话，怎么，你跟她有一腿？年纪不大，嚣张跋扈的本事倒是不行，是非不分，仗势欺人。江城就是这么教儿子的。一个老东西居然敢说我爹，我看你是活腻了！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打我妈？江大少，你这次真的闯大祸了！闯大祸？我闯什么祸了？不就是打了个不知好歹的大妈吗？等我爹来了，我还要跟他说你这个厂长当的不合格，连个食堂大妈都管不好，趁早别干了。江少，你别气，为了这种人不值得。江少打得好，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就是该给点教训。对，江少打得对。厂长干不干，不是你说了算，你爹也没这个本事。等会儿江城来了，我倒要好好问问他，就是这么教儿子仗势欺人的。还嘴硬，我看你等会儿见了我爹，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就是，等老板来了，有你好果子吃。不光你要倒霉，你女儿也别想在厂里待了。你们别太过分。别怕，天塌不下来。他既然敢动手，就得付得起代价。打菜的，现在给我当众道歉，再承认刘西西抢了我的功劳，说不定我还能跟江少求情，饶你们一次。就是，赶紧给红梅和江少道歉，不然等老板来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做梦！明明是你们做错事，凭什么让我们道歉？凭什么？就凭江少是老板的儿子，黑白我们说了算，你们能怎么样？别跟他们费口舌，等正主来了，自然有说法。妈，疼不疼啊？都怪我，是我连累你了。傻丫头，跟你有什么关系？妈没事儿。老王，这可怎么办啊？等老板来了，会不会迁怒咱们厂啊？慌什么？谁闯的祸谁担着。待会儿老板来了，有他好看的。爹，你可来了！这厂里有人说认识你，还说你坏话。刘姐，您怎么在这儿？混账东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爹，他不就是个打菜的？闭嘴！还愣着干什么？立刻给刘姐鞠躬道歉！老板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她就是我们厂食堂打菜的阿姨，哪值得您这么客气啊？江少，你没事吧？你爸是不是认错人了？她就是个食堂做饭的大妈，怎么可能值得你动手？这里轮得到你挑唆是非？谁给你的胆子？刘姐，是我教子无方，让您受委屈了。回头我设宴赔罪，您务必赏脸。不必了，小事而已，用不着兴师动众。哼，爸，你就这么走了？厂子不考察了？凭什么？刘丽、刘欣欣，老爸居然因为他们打我！江少，你看清楚了没有？
他连你爹的面子都不给，他妈不就是个食堂打饭的吗？凭什么这么嚣张啊？就是呀，江少，肯定是他耍了什么花招蒙骗了老板，不然一个打菜的怎么可能认识老板？凭什么？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江少，您放心，刘欣欣每天都走这条路回家，准能堵着他。江少，待会儿你可得好好替我出口气。昨天那对母女可是当众打你的脸，之前更是把我欺负惨了。急什么？人还没来呢，我倒要看看一个食堂大妈，还有一个食堂大妈的女儿能有多大本事。哟，这不刘翻译吗？现在可是厂里的大红人了，怎么还骑自行车下班啊？你们堵在这里干什么？有事就去找厂长，别挡着路。找厂长干什么？我们找的就是你。昨天你妈可真风光啊，连老板都认识。你说说，你妈一个食堂盛菜的，怎么就攀上老板了？我妈认识谁，跟你们有关系吗？路又不是你们家的，凭什么堵着不让人走？凭什么？就凭我想问问你，你妈到底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我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明明是你先动手打人，老板教训你，难道不对吗？你自己做错了事，反倒怪到别人头上。我做错事儿，我打他一个食堂大妈算什么错事？要不是我爸糊涂，他算什么东西？3个年轻人堵一个小姑娘，挺有出息。阿姨，你来的正好，省得我回头再去食堂找你。找我干什么？就为了堵我女儿的路？堵路怎么了？谁让你们母女俩昨天那么嚣张？真以为我爸给你点好脸色，自己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就是，别给脸不要脸。江少肯跟你说话是给你面子。阿姨，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昨天我爸叫你一声刘姐，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哦，那依江少的意思，我该是什么人？我回去特意问过了，我爸说了，他敬重你，就是因为你以前帮过红星厂一点小忙，一点小忙，你明白吗？你爸告诉你我帮的是什么小忙吗？就跟你帮邻居看半天孩子差不多一个意思，算不上什么人情。你拿着鸡毛当令箭，真把自己当长辈了。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多大的来头呢，合着就是沾了点旧交情的光啊。就是，我还当是什么大人物呢？你不还是个蹭旧情的食堂大妈？你胡说，我妈才不是蹭旧情的人。不是蹭旧情，那是什么？难不成她还是我爸那个老板的上司？说出来谁信啊？你爹的原话是什么？我不关心。你堵在这里想干什么？不妨说清楚。干什么？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看看你还能装多久。装？我装大什么了？装大人物啊！你不就靠着那点旧交情在厂里装模作样吗？还真当所有人都怕你了？就是，这段时间在厂里作威作福也就算了，现在连江少都敢不放在眼里，我看你是真飘了。刘丽啊，不是我说你，江少是什么份？你跟他较什么劲儿？赶紧给江少道个歉，之前那事儿就算过去了，何必闹得大家都难看呢？凭什么让我妈道歉？明明是你们堵路在先。王海，你好歹当过车间主任，怎么能是非不分呢？怎么说话呢？我这是为你们好，真把江少惹生气了，你们俩在厂里还能待得下去？听见没有？我劝你识相点，别以为认识我爸帮你一次就能怎么样。哦，江少说话这么嚣张，你父亲知道吗？你等着瞧！既然江少都问到这个份上，那我就问问，姓刘的，整天在厂里摆着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到底凭什么？凭什么？你觉得我该凭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凭什么？你不就是个打菜的吗？要本事没本事，要地位没地位，凭什么在厂里横着走？就是，除了会装神弄鬼，你还会干什么？真有本事拿出点真东西来看看啊！刘丽啊，不是我们不信你，你要是真有来头，就拿点凭据出来，总不能光凭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敬着你吧？王主任读过书，认字念念。你看。红梅，上面写啥了？你倒是说话呀！这破纸能说明什么？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伪造的？哼，一张外国来的破纸能说明什么？你不认识外文？不认识外文怎么了？难道认识外文就算有本事了？连字都不认识，
就敢说这是破纸？谁给你的底气？我用得着认识吗？自然有人帮我看。再说了，谁不知道你女儿是个翻译？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糊弄谁呢？我觉得你还是问问你身边那个能看懂的好。用不着，人家国外发个信件把你们娘俩名字写上去，不就是正常往来吗？这也能拿出来当能力凭证？就是，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合着就是一封工作信件啊！你拿这个说事，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吧？就是，我要是跟外国人做生意，人家也得写我名字，有什么了不起的？拿这个出来装什么大人物？刘丽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呢，搞了半天就是一封信件。你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想让你女儿更进一步？你胡说，这是博览场正式发过来的信件，怎么可能是我们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不是改的，谁知道呢？反正外方远在国外，也没人能去求证。听见没有？就这么一张破纸，你也好意思拿出来？我还当你有多大本事呢，原来就这点手段。手段不手段的，你们看不懂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你们今天堵在这里，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啊，就是想提醒提醒阿姨，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别拿着点鸡毛蒜皮的交情，就真把自己当人物了。就是在厂里抢功劳耍威风也就算了，现在都敢惹到江少头上了，我看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刘丽，听我一句劝，跟江少认个错，以后老老实实打你的菜，别再掺和厂里的事儿，对你对欣欣都好，不然真闹僵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周建国，还有李红梅、王主任，你们在厂子里这些年学的就是这种嘲讽人的本事吗？刘欣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方案是我写的，翻译是我做的，功劳是谁的，大家心里清楚。你们没本事，就只会抢别人的功劳，说别人的坏话，难道不觉得丢人吗？你胡说，谁抢你功劳了？那本来就是我的，是你的。那上次外商问你参数，你怎么答不上来？是你的方案，你怎么连公式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我们今天说的是你妈的事儿，跟以前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你们觉得我的身份是假的，那你们就接着查，接着猜，接着不信，我没意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们不信是你们的事儿，做错事儿只要后面能承担起代价就行。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我告诉你，别以为之前我爸打我那事儿就这么算了。江少还想怎么样？怎么样？你得给江少道歉，亲自给江少擦皮鞋，在全场承认之前窃取了我的功劳，以后不许再装大人物。对，道歉，还要让刘欣欣把先进个人的名额让出来，本来就该是红梅的。刘丽，退一步海阔天空，道个歉，再加一个先进名额而已，又不少块肉。真把江少惹生气了，对你和欣欣都没好处。凭什么让我们道歉？明明是你们堵路在先，挑衅在先，做错事的是你们，凭什么要我们认错？凭什么？就凭我是老板的儿子。我说你们错了，你们就是错了。有什么事儿，你们冲我来。冲你来又怎么样？你还能继续装大尾巴狼，狐假虎威不成？狐假虎威？我把话放在这里，再堵我女儿一次，别说你爸是老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你敢威胁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好看？就让我怎么样？让我丢工作？欣欣，上车，咱们回家。太嚣张了，实在太嚣张了！一个打饭的大妈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江少，你看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连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太过分了。就是啊，江少，这口气咱们不能就这么咽了，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江少，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的？你想啊，她一个普通食堂阿姨，怎么敢跟您说这种话？还有那封信件，为什么落款会有她的名字？会不会她真有什么来头？舅舅，你想什么呢？她能有什么来头？有来头还能在食堂打菜？我看他就是故意装腔作势吓唬我们呢。就是，肯定是装的。他就是吃准了我们不敢把他怎么样，才敢这么嚣张。装的，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江少，要不咱们再给他们找点麻烦，比如在厂里散布点谣言，说他作风不好，靠关系上位，看他还怎么在厂里待下去。这个主意好，到时候全厂都对他指指点点，我看他还有脸待在食堂。江少，这会不会太过了？就这么办，我倒要看看。等身败名裂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像今天这么嘴硬？大伙儿静一静，今天开这个动员会是为了那10万件出口订单，现在订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能不能顺利交货，全看这20天的质量把控。10万件啊！这要是顺利交了货，咱们年终奖金不得翻番？那还用说，就是质量卡得严，半点差错都不能出。厂里研究决定，专门成立出口件质量审核组。
由副厂长赵红兵牵头，从各车间抽调骨干人员，全程盯紧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审核组的成员都是厂里精挑细选的技术骨干，名单审核后就贴在公告栏，大家可以自己看。妈，你看，有我的名字。我就知道你能行，这都是你自己凭本事挣来的。欣欣可以啊，这么年轻就进审核组了，以后前途无量啊！可不是嘛，欣欣是有真本事的，刘姐教的也好，进审核组实至名归。天天搬着破箱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少说2句吧，能保住工作就不错了。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不该得罪的人，不就是个食堂大妈吗？运气好，靠着大人物说了几句话而已。我就不信他能一手遮天。建国，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主任，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好事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出口舰的质量审核组名单出来了，你猜谁在上面？谁？总不能是刘欣欣吧？就是他，直接进了核心审核组，以后就是管咱们质量的领导了。凭什么？我被降职，天天搬纸箱，他刘欣欣倒好，步步高升，还进了审核组，他凭什么？你还没看出来？哪是他凭本事，分明是他妈在背后推的。每次他遇到事儿，他妈都能摆平。你以为是巧合？意思是？又是刘西西他妈那个食堂大妈搞的鬼，不然呢？她一个小姑娘，既没资历又没背景，凭什么刚立了一点功就进审核组？不是靠关系靠什么？主任，你说这口气咱们就这么咽了？他刘欣欣算什么东西，也配骑在咱们头上？哼！我王海混了半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光咽气有什么用？得想办法让他们母女俩付出代价。主任，你有办法了？你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他们身败名裂。之前江少不是说了吗？散布谣言，咱们就说刘欣欣能进审核组，全是他妈跟王厂长换来的。一个食堂大妈让厂长言听计从，这还用明说吗？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只要这话传开了，全厂人都得对他们母女俩指指点点。我看他们还怎么抬头做人。机灵点，别说是我教你的。就跟平时唠嗑一样，慢慢煮，用不了3天，全场都得知道。主任，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我保管让全场都知道他们母女俩是什么货色。哎，你听说了吗？刘欣欣能进审核组是靠他妈跟厂长的关系。真的假的？不能吧？刘姨看着挺正经的。正经？正经能让厂长对他一个食堂阿姨毕恭毕敬？你们说什么呢？把话说清楚。欣欣，我们就是随口说说，你别往心里去。随口说说，你们凭什么污蔑我妈？我妈根本不是那种人。哎呀，欣欣，就是车间传的闲话，我们也就是听听，你别生气。闲话？这种话能随便说吗？是谁传的？你们告诉我。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妈，他们传闲话，说我能进审核组是靠你跟厂长的关系，还说你跟厂长不清不楚。就为这点事儿哭？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当然不信，可是他们越传越难听，以后别人怎么看你啊？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咱们没做过的事儿还怕别人说？可是妈，难道咱们就这么忍着？忍？妈什么时候教过你忍气吞声？谣言从哪儿传出来的，咱们就从哪儿掐断。放心，用不了2天，传闲话的人自己会出来道歉。妈，你有办法了？你安心上你的班，审核组的工作好好干，这点小事妈来处理。哎，就是他，听说跟王厂长关系不一般，不然能在食堂这么自在。怪不得他女儿能进审核组，原来背后有人啊！
红梅，你怎么来了？我来打饭啊。怎么，我不在厂里上班了，连食堂都不能进了？李红梅，你不是被开除了吗？还来厂里干什么？哟，刘大审核这么大脾气啊！我来食堂吃个饭也碍着你的事儿了，还是说我戳破你们母女俩的好事儿，你不高兴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好事坏事的？你把话说清楚。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你一个广播站的，凭什么年纪轻轻就进质量审核组？还不是靠你妈跟厂长的关系，全厂谁不知道啊？大伙儿都听听，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母女俩就是靠关系上位，以前抢功劳，现在抢职位，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周建国，你血口喷人！我进审核组是厂里决定的，凭的是我的技术方案。技术方案？谁知道那方案是不是你妈找人帮你写？你妈本事可大了，连厂长都能搞定，写个方案算什么？说完了。怎么？我说错了？你敢说你跟王厂长没点特殊关系？特殊关系？什么特殊关系？你亲眼看见了，还是你抓着把柄了？还用亲眼看见？不然你一个打菜的，凭什么厂长对你客客气气？凭什么你女儿能平步青云？凭什么？凭我能一眼看穿合同陷阱，凭我能半小时修好 boss 的车床，凭我女儿能写出外商认可的技术方案，这些本事你有吗？你少转移话题，你就是靠关系走后门。走后门？王厂长是你家亲戚，还是我说句话就能左右厂里的决定？厂里的规章制度摆在那儿，你在这造谣生事是要负责任的。红梅，要不咱们先走吧。咱们走着瞧，看你们还能嚣张几天！我早就说刘师傅不是一般人。妈，你刚才太厉害了。厉害什么？这才刚开始，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老王，现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影响太不好了。我看要不先把刘欣欣调出审核组，避避风头。避什么风头？身正不怕影子斜。刘欣欣是凭本事进去的，凭什么调出来？我也知道他有本事，可是人言可畏啊！现在全厂都在传，说咱们偏袒他们母女，再这么下去，工人该有意见了。两位厂长都在，正好，我也为谣言的事儿来的。刘丽同志，你也听说了，这事儿吧，我们也在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把我女儿调出审核组？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暂时避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再说。避风头？为什么要避？做错事儿的是造谣的人，凭什么让受委屈的人退让？这是什么道理？刘姐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必须把造谣的人揪出来，还刘姐和欣欣一个清白。可是怎么揪啊？谣言传得满天飞，谁都说是听别人说的，查不到源头。查不到，我知道源头是谁。刘姐知道是谁？周建国，你给我过来！厂长，怎么了？我正干活呢。干活？我看你是闲着没事干，到处造谣生事。我问你，食堂刘丽同志和刘欣欣的闲话，是不是你传出去的？厂长，我没有啊，我哪敢造谣啊？都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1、2、3来，就是造谣生事，按照扰乱厂规处理。怎么，说不出来了？要不要我把车间所有人都叫过来对证？厂长，我最早就是听建国说的。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说了？还敢狡辩？人证都在这儿了，你还想抵赖？哎，老张，快来看，是周建国。谁？周建国？真的假的？原来是周建国造谣啊！我就说刘毅不像那种人。就是，肯定是他被降级了，心里不服，故意报复人家。没用的东西，
这点事都办不好。主任，我也没想到厂长会查这么严啊。哼，等着吧，江少知道了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欣欣，你也太仔细了，这批零件昨天已经查过一遍了，都合格。不行，这批是出口的第一批货，必须再查一遍。万一有差错，影响的可是咱们厂的信誉。还是你认真，换我早就嫌麻烦了。也难怪魏商点名要你对接，换谁都放心。不对，这个零件的公差超了0.02毫米，不合格。还真是，怎么回事？昨天查的时候还好好的啊。这批零件是哪个车间出的？是包装车间那边送过来的，经手人是周建国。周建国，欣欣，你说会不会是他故意的？他刚因为造谣被处分，会不会怀恨在心，故意做这个事情？先别下定论，再查查其他箱子。坏了，这批货明天就要打包发货了，现在出了这种事儿，耽误了交货期可怎么办？别急，先把不合格的都挑出来，我马上汇报给上面。这批货绝对不能发出去。怎么回事？这批零件前才验过，当时不是说全合格吗？怎么今天就超标了？赵副厂长，我也不清楚。是今天复查的时候发现的，这批零件是包装车间周建国经手的，我怀疑。你怀疑什么？赵副厂长，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这批零件昨天审核组签字确认合格了，今天刘欣欣一复查就不合格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王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的还不够明白。这批货昨天好好的，你今天一查就出问题，不会是你故意把合格的零件换成不合格的，想栽赃陷害姐？你胡说！我为什么要栽赃他？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还能为什么？他之前造谣被处分，怀恨在心，想报复你，顺便再彰显一下你审核认真，在领导面前刷好感，一举两得，不是吗？刘欣欣，真有这事儿？赵副厂长，我没有，我根本没必要这么做。赵副厂长，我看这事八九不离十，他本来就不是技术科的，进审核组本来就有人不服，现在为了立威干出这种事也不奇怪。行了，都别吵了，这批货耽误不得，我先去跟厂长汇报。刘欣欣，你暂时先等等，等我查清楚再说。赵副厂长，连你也不信我。怎么了？是不是审核组出什么事儿了？妈，他们说我故意换件栽赃周建国，赵副厂长还让我先放下手里的事情，可我根本没有做过，他们为什么不信我？没做就是没做，不用哭，他们不信你，妈信你。可是这批货明天就要发了，要是查不清楚，不光我受处分，厂里还要赔外商违约金。查不清楚，有什么查不清楚的？零件上有编号，有经手人记录，只要顺着查，还能找不到证据？编号、经手记录，我怎么没想到？不过光有这些东西还不够，你想想，零件的过差为什么会突然超标？过差超标，要么是加工的时候错了，要么是事后有人动了手脚。可是这批零件加工的时候都是合格的，入库的时候也验过。如果有人用工具把零件的接切面磨掉一点，落差自然就超标了。这种手法，干过偏工的都懂。对啊，周建国本来就是钳工出身，他肯定有工具，而且他负责这批零件的转运，中间有时间动手脚。所以，证据在零件上，也在周建国的工具上。磨过的零件有打磨痕迹，他用的砂纸、锉刀上也会有对应的金属碎屑。妈，你太厉害了！我这就去找赵副厂长申请查周建国的工具。别急，你现在去说，他们只会觉得你急着脱罪，故意栽赃。那怎么办？怎么办？让王德发陪你去查，名正言顺。而且光找到工具还不够，得让他自己承认。周建国，这批不合格的零件是你经手转运的，我们要查一下你的工具柜。厂长，凭什么查我工具柜？我没干过的事儿，凭什么查我？厂长，这不太好吧？
随便查员工私人物品，不合规矩啊！不合规矩？那他故意损坏零件、栽赃陷害别人就合乎规矩了？你少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有没有证据？打开工具柜看看就知道了。你要是没做过，怕什么？我没怕，我就是觉得凭什么你们说查就查？王主任，你要是再拦着，就按协同作弊一起处理。这是什么？你一个包装工，用细砂纸干什么？我留着不行吗？我平时打磨个东西不行吗？打磨什么东西？打磨那些零件吗？上面的金属屑刚好跟那些零件的材质一模一样。厂长，昨天我看见建国下班的时候偷偷溜回库房了，手里还拿着砂纸。你胡说！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敢狡辩？跟我来办公室。周建国，你老实交代，这批零件是不是你故意磨坏的？不是我，就凭这些东西，不能证明是我干的。说的对，这些东西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是别人故意放进去栽赃建国的呢。栽赃他？谁闲着没事干，专门磨坏3箱零件，再把砂纸放他工具柜里栽赃他，图什么？图什么？图报复他呀！谁跟他有仇，谁就干得出来。你说不是你干的，那你昨天下午下班之后为什么要回库房？我落东西了，回去拿不行吗？落东西了？落的什么东西？我落了工具。工具？你的工具都在工具柜里，库房什么时候放你的工具了？周建国，撒谎也编个像样点的理由。刘丽同志，你也不能就这么定案吧？毕竟没有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昨天下午下班到晚上锁门，除了周建国，没有第二个人进过库房，不是他干的，难道是零件自己坏的？好大的胆子！这批货是外商的订单，你故意损坏零件，耽误了交货期，你担得起责任吗？周建国故意损坏生产物资，情节严重，予以开除处分。舅舅，建国被开除了，怎么会这样？我怎么知道？他自己蠢，做事留尾巴，被人抓了个正着。不行，周建国是为了帮咱们才出事的，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哼，救他？他自己闯了这么大的祸，谁救得了他？刘丽母女俩还没倒霉呢，我去找江少，江少肯定有办法。老王，检查的人马上就到，说是接到举报，咱们厂出口零件以次充好，质量不达标。举报？谁举报的？消息说是那位江大少在背后搞的鬼。杨航，他有能力插手质检的事儿？人家爸是老板，打个招呼的事儿。这次来听说带队是江少的熟人，摆明了是来找茬的。厂长，人已经到车间了，直接就去查出口零件，还说要抽样送去检测，要是不合格就要咱们停产整改。太过分了，摆明了是故意刁难。急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咱们的零件质量合格，还怕他们查？刘姐，话是这么说，可他们要是故意找茬，鸡蛋里挑骨头，总能找出点毛病来。你先去陪着检查，按流程来。真要是有人故意刁难，自然有人收拾残局。妈，我听说这次带队的跟那位江大少关系很好，会不会有事儿啊？没事儿，刚好外商李斯今天也过来谈后续合作，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对啊，李斯先生是外商，要是他说咱们质量合格，那些检查的人总不能不信吧？还不够，你去车间盯着，别让任何人碰抽检的样品。我去打个电话。张先生，您辛苦了。咱们厂的质量一直卡得很严，肯定没问题的。有没有问题不是你说了算，是检测结果说了算。接到举报你们以次充好，我们肯定要严查。张先生，举报肯定是不实的，我们这么大的厂，怎么可能拿出口订单开玩笑呢？实不实，查了就知道。我告诉你，要是查出来不合格，立马停产整改。什么时候整改合格了，什么时候再成产。全是合格的，落差都在标准范围内。这批查了是吧？还有库房里的成品呢？张先生，这批都是要发货的，全搬出来太耽误时间了。耽误时间？质量问题是小事吗？要是出了问题，你担得起责任吗？好，搬，我们这就安排人搬。
张先生，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怎么，不配合检查？不配合就直接按不合格处理。What's going on here? Are just people doing? 李斯先生问：“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在车间里？” There's Inspector Department. They came to Chodak Pencil, saying they got a tip that our parts are unqualified. I highly approve of the quality of the parts for this order.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re has been a quality complaint, and I don't want unnecessary inspections to delay our cooperation progress. 李斯先生说，这批订单零件的质量他非常认可，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质量举报，他不希望无关的检查耽误合作进度。这是我们的内部质检流程，跟你们没关系。我们接到举报就必须查清楚。If you insist on halting production for overhaul and pushing back the delivery date, you will be fully liable for all resulting twinches. 李斯先生说，如果贵方坚持要停产整改，耽误了交货期，造成的所有损失，贵方要承担全部责任。老板，您怎么来了？我不来，还不知道你在这儿给我惹这么大的祸。谁让你过来突击检查的？老板，我是接到举报。举报？什么举报？查出来问题了吗？暂时没查出来问题，不过没查出来问题，还在这儿折腾什么？耽误了外商的合作，你担得起责任吗？是，局座，我们这就走。李斯先生，实在抱歉，是我们的工作失误，给您添麻烦了。您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儿发生。没关系，江城老板能亲自过来处理，我很满意。红星厂的质量和技术都非常棒，我很期待后续的合作。刘姐，让您受委屈了，是我底下的人不懂事儿，我给您赔罪。江城，你养的好儿子。是，都是我的错。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他。您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儿。爸，你怎么老是对她这么客气？她不就是个食堂大妈吗？爸，你又打我！混账东西，你还敢说质检的事儿是不是你搞的鬼？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坏了多大的事儿？我就是想教训一下他们母女俩，他们欺负我，还让我当众丢脸。欺负你？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刘姐欺负你？我告诉你，你给我关禁闭，以后1个月不许出门。爸，他到底是谁啊？你至于为了他这么对我吗？刘女士，我终于认出您了。您是不是当年主持制定机械全行业公差标准的刘丽总工？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刘总工，您曾经的标准影响了整个行业。我这次来，其实一直想找您，没想到您居然在这里。这不可能，他就是个打菜的，怎么可能？我就是想安安稳稳陪我女儿，不想搞那些名头。江城，你把人带回去吧。是，刘姐说的对，我这就把这个混账东西带回去，好好管教。刘总工，麻烦您了啊。叫我刘姐就行，我就是个打菜的。刘姐，您太谦虚了，我们都知道了，您可是行业泰斗，居然在咱们食堂打菜，说出去谁信啊？就是啊，刘姐，您怎么不去技术科当总工啊？屈才在食堂太可惜了。没什么可惜的，在哪儿干活都一样，我在食堂待着挺好的，自在。刘姐真是高人，太厉害，怪不得厂长不敬她。妈，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样的身份。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技术上的事儿还是要踏踏实的。我知道了，妈，我肯定好好干，不给你丢脸。舅舅，现在怎么办啊？刘丽居然是行业泰斗，咱们之前那么针对他们母女，他会不会报复咱们啊？报复？他要是想报复，咱们俩早滚蛋了。可是现在，我这心里总不踏实。凭什么他那么厉害，还装成食堂大妈耍我们？凭什么刘欣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这么厉害的妈？不甘心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斗得过他？连老板都对他客客气气的，咱们算什么？舅舅，不能坐以待毙。
就不信他没有软肋。他最在乎的就是刘欣欣，还有红星厂的名声。咱们要是能动点手脚，你的意思是？总厂考核，听说总厂的考核组特别严，要是出了岔子，不光厂长受罚，整个厂都要被批评。到时候就算他是泰斗，也护不住场子。可是风险太大了，要是被查出来，咱们俩都得完蛋。舅舅，难道你就想一辈子当个普通工人？只要考核搞砸了，王德华肯定要下台，刘丽也要被牵连，到时候我们说不定还能回去。行，就按你说的办。反正我现在也这样了，大不了鱼死网破。老王，这次总厂考核卡得特别严，不光查生产质量，还要查技术资料、历年技改档案，差一点都评不上优秀。我知道，要是评不上优秀单位，明年的拨款和项目都得受影响。咱们刚拿下的外贸订单，后续合作有限。可是咱们厂的技改档案前几年搬库房的时候丢了一部分，尤其是建厂初期的核心资料，早就找不到了。这一项占分很高，事情麻烦了。丢了？怎么会丢了？我记得当年是锁在档案柜里的。前几年换厂长的时候交接乱，就找不到了。这么多年，谁也不知道去哪儿。厂长，这是我整理的近几年技改资料，您看看。做得不错，欣欣。可惜啊，建厂初期的核心档案丢了，这一项咱们要丢不少分。建厂初期的档案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咱们厂的第一条生产线是当年行业里的标杆，要是有原始档案，考核组肯定会加分。可惜啊，早就找不到了。妈，咱们厂建厂初期的档案，你见过吗？见过啊，当年还是我主持整理的。真的吗？那你知道档案去哪儿了吗？厂里说丢了，总厂考核要用，找不到就要丢分。丢不了。当年我怕放厂里不安全，锁在厂档案室最里面的保险柜里了。钥匙我这儿还有一把。妈，你居然有钥匙，太好了！要是找到这批档案，考核肯定能加分。加分不加分的不重要。你想让我把档案拿出来？当然想啊，这可是咱们厂的荣誉，而且评上优秀单位，大家的福利都能涨。可是总厂那边会不会暴露你的身份啊？都到这份上了，还怕暴露？再说了，这批档案本来就是红星厂的东西，本来就该拿出来。妈，你太好了，我明天就跟厂长说去。刘姐，不好了，厂长那边让我来通知你，说库房那边突发意外，明天要查的一批设备保养记录不见了。不见了？什么时候不见的？就今天，本来都整理好了放在档案柜里，刚才去拿就没了。厂长，我昨天明明锁好了的，今天一开门就没了，真的不是我弄丢的。别急，好好想想，昨天谁来过库房？昨天除了我，就只有王主任来过，说要找一份旧图纸，进去待了10几分钟就走了。厂长，你别看我啊，我就是去找图纸，没碰什么保养记录，我拿那东西干什么？除了你，没人来过，不是你还能是谁？赵副厂长，你这话可不能乱说，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说是我拿的？说不定是管理员自己弄丢了，想赖在我头上。你胡说，我根本没动过。王主任，你昨天进库房找的是什么图纸？我找老车床的改造图纸。老车床的改造图纸在技术科档案柜，不在库房的综合柜里。你跑到综合柜这边找什么？设备保养记录就在综合柜第2层。你进去10几分钟，刚好就把记录拿走了。王主任，你拿这些记录干什么？你别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证据，柜子上长久没有打扫，上面都是灰尘，肯定会留下手印和脚印。要不要对比一下？王海，真的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批记录考核要用，丢了影响多大，你不知道吗？为什么？我就是想让考核通不过，让你们全都受到惩罚。王海，你太过分了！为了一己私利，居然拿全厂的利益开玩笑。你说，你把记录藏哪儿了？藏哪儿？我烧了。你疯了吗？那可是10几年的保养记录。烧了就烧了，大不了我被开除，反正我现在跟普通工人也没区别。你以为开除就完了？你这是要负责任的。随便，反正我无所谓。烧了，王主任，你确定烧了？当然烧了，我昨天就烧了，灰都到了。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费尽心机拿出来，就为了烧了？爱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
你不是烧了，你是藏起来了，打算等考核结束再拿出来，对吧？你以为考核通不过，王德发下台，你就能官复原职？我告诉你，不可能。就算王德发下台，也轮不到你。轮不到我？难道轮得到你？我对主任的位置没兴趣，但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我在一天，你就别想再兴风作浪。现在把记录交出来，也许还可以从轻处理。哼，我凭什么听你的？大不了鱼死网破。鱼死网破？你以为没有记录，考核就通不过了？刘姐，没有记录真不行啊，这是考核硬指标。没事儿，记录丢了就丢了，补一份就是了。刘姐，这10几年的记录怎么补啊？每台设备的保养时间、故障情况都不一样。我记得。妈，你真的都记得啊？这些设备当年都是我带人选型安装的，每台的脾气我都清楚，保养周期、常见故障都刻在脑子里了。我就说刘姐厉害，你还不信？何止是厉害呀，这简直是神人！10几年的记录都能背下来，太牛了！没错，刘姐写的跟旧记录一模一样，连日期都不差。妈，你太厉害了，这样考核就不怕了。别高兴太早，考核的时候指不定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刘姐说的对，咱们得防着点。舅舅，你说什么？记录没用，他居然把所有记录都补出来了。我也没想到他记性这么好，10几年的东西居然说写就写出来了，简直离谱！这个刘丽怎么什么都会，简直邪门！现在怎么办？这招没用，考核组明天就到了，咱们还有什么办法？考核组不是要去车间实地考察吗？到时候让设备当场出故障，到时候考核组看见生产设备出问题，肯定给红星厂打低分。这不行吧？要是设备坏了，耽误生产不说，万一伤到人怎么办？怕什么？就动点小手脚，让设备出点小故障，丢丢脸就行。怎么，你怕了？行，就按你说的办，反正都到这份上了，豁出去了。王厂长，你们的资料我们都看过了，整体还不错，尤其是建厂初期的原始档案，保存得很完整，非常好。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一直很重视档案管理。接下来咱们去车间实地考察一下，看看生产线的实际运行情况。这台车床是建厂时的第一批设备吧？用了几十年了，还能正常运行吗？没问题，保养得很好，精度还能达标。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厂长，是主轴齿轮崩了。王厂长，这就是你说的保养得很好，刚启动就坏了。组长，这是意外，平时都好好的，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意外？我看是你们平时保养不到位，资料都是造假的吧？不是的，组长，资料都是真的。这台设备昨天还好好的。等一下，齿轮不是自然崩的，是人为因素。这位女士，你说人为因素有什么依据？你看，齿轮的断裂面是平整的，有明显的敲击痕迹，有人故意用硬物砸裂的。如果是自然磨损崩裂，断面应该不规则，有疲劳裂纹。王厂长，看来你们厂不光设备保养有问题，若事情属实，这性质可就更严重了。是谁干的？主动站出来！王海，昨天最后一个检查这台设备的是你吧？是我又怎么样？我就是正常巡检，没碰别的。正常巡检。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人看见你提前半个钟头进了车间，直奔这台车床。你提前来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冤枉我舅舅，早上上班早还有错了，凭什么说是我们干的？李红梅，你已经不是红星厂的员工了，你急着跳出来干什么？怎么，你也参与了？王厂长，这件事必须彻查，查出来必须严肃处理。是，我们一定彻查，给您一个交代。什么人为因素？我看你们就是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就是你跟我们舅舅有仇，也不能随便栽赃陷害吧？设备坏了不赶紧修，反倒忙着扣帽子，安的什么心？我还没说是谁干的，你俩就急着跳出来认领，怎么？提前知道设备会坏？谁提前知道了？我就是看不惯你随便冤枉人。这位女士，你刚才那些话还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自然磨损崩裂的齿轮边缘是毛糙的，这个端面平整光滑，明显是被硬物敲击砸裂的。这不是人为，难道是设备自己砸自己？对，我修了10几年车床，从来没见过这么齐的断裂面，肯定不是自然坏的。看我干什么？你们有证据吗？没证据就是污蔑。王海，现在不是你喊冤的时候，我们查查就知道了。我来的是早了点，可我就是提前来准备巡检的，我没碰设备。王海，你想让考核组看见设备当场故障，让红星厂评不上优秀单位，好报复厂长，报复我们，我说的对吗？你胡说，我没有。去把王海的工具柜拿来，所有工具都拿来。我就不信，敲坏了齿轮，
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你凭什么搜我工具袋？我不服！你要是没做过，怕什么？还是说你工具袋里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刘丽，你别太过分，不就是坏了台设备吗？大不了你修好就是了，至于赶尽杀绝吗？厂长，王海工具柜最里面藏着一把羊角锤，锤面上还沾着机油。真不是个东西，为了自己那点私仇，连全厂的利益都不顾了。以前还觉得他当主任的时候挺能干，没想到心眼这么小，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一把锤子能说明什么？凭什么说这把就是砸齿轮的？再说了，说不定是有人故意放进工具袋栽赃我。就是，肯定是有人栽赃，我舅舅才不会干这种事儿。栽赃你？人家闲着没事干，专门砸坏一台几10万的车床，再把锤子放你工具袋里栽赃你，图什么？图你一个普通技术员的位置？谁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说不定就是你们母女俩联合起来整我，好报之前的仇。王海，你到现在还血口喷人，刘姐犯得着用一台车窗栽赃你？既然有物证，那就叫执法人员做指纹对比，查清楚是谁干的，必须严肃处理。您放心，组长，我们肯定查个水落石出，给您，给全场工人一个交代。王海现在主动承认，还能算个态度端正，等比对了指纹再认，可就没那么轻松了。不是我要干的，都是他，都是李红梅出的主意。舅舅，你胡说什么呢？我胡说？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撺掇，说搞砸考核就能让王德达下台，就能让刘丽母女丢脸，我能冒这个险？王海，你疯了！自己干了坏事还想拉我垫背？我什么时候让你砸设备了？你有证据吗？够了！影响厂里的设备保养记录，阻挠总厂考核，桩桩件件都是违反厂规的大事。你们等着厂子里处理吧。执法人员马上就到。王海、李同梅，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早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老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总厂直接下了调令，要请刘姐去当总工程师，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可我怎么觉得刘姐肯定不会去？那还用说，刘姐当年就是厌倦了勾心斗角才退下来的，怎么可能再回去趟浑水？那也得跟刘姐说一声啊，总不能瞒着吧？走，跟我一起去食堂，当面跟刘姐说，看看她是什么意思。刘姐，跟您说个事儿。什么事儿？说吧。总厂那边刚发的文件，想调您去总厂担任总工程师。不去。刘姐，您不再考虑考虑，这可是总厂的核心职位，整个行业多少人盯着呢？您去了，就是全行业的领头人啊！领头人又怎么样？当年我不是没当过，天天开会应酬，连陪女儿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行，刘姐，您不想去就不去，我回头跟总厂那边回话就是了，您别往心里去。王厂长，刘总工呢？他真的不肯去总厂。张副总，刘姐态度很坚决，说不想再掺和这上面的事儿。您这次来恐怕也是白跑一趟，白跑也得跑。刘总工是什么级别的人才？别说跑1趟，跑10趟都值。走，带我去见他，我亲自跟他说。刘总工，好久不见。当年您主持行业标准制定的时候，我还是个刚入行的菜鸟，您可是我的偶像啊。张副总客气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刘总工，总厂是真心实意请您回去，您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不用坐班，不用管行政，只抓技术，配专属团队和实验室，您看行吗？张副总，多谢总厂的好意，我是真的不想回去了。现在我在食堂打打菜，陪着我女儿，日子过得踏实，比什么都强。刘总工，您要是实在不想出山，那能不能让您女儿去总厂历练历练？我们正好有个青年技术人才培训，全是行业专家授课，对年轻人提升特别大。总厂的青年技术人才培训，让我去？对，张副总亲自提的，都是行业里的专家授课，还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和设备，对你提升很大。可是妈，我能行吗？总厂的培训肯定都是各个分厂的尖子生，我去了跟不上怎么办？再给你丢脸。为什么会跟不上？设备维修、方案设计，哪一样我没教过你？上次外商的技术方案，你不是也做得很好吗？那不一样啊，上次有你在后面把关，这次去总厂全靠我自己。傻丫头，技术学到手就是你自己的。以前我帮你把关，是怕你走弯路，出去见见世面，多学点东西，哪怕遇到点困难，也是成长。妈，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去？去不去，全看你自己。你要是想留在厂里安稳过日子，妈也支持。你要是想出去闯闯，长长见识，妈也给你兜底。妈，我去，我想去看看外面的技术，多学点本事，以后回来帮咱们厂升级生产线。这就对了，
我教出来的女儿到哪儿都不会差。欣欣，这里面是咱们厂历年的技改资料，你带着参考。到了总厂好好学，不用有压力。咱们红星厂永远是你的后盾，就是别给咱们厂丢脸，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学多少算多少，实在不行就回来，厂里随时欢迎你。欣欣，好好学，回来带咱们搞新技术。对，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呢。谢谢大家，我肯定好好学，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技术上的事儿多琢磨，不懂就问，别硬撑。要是有人故意刁难，也别怕，天塌下来有妈给你顶着。妈，我知道了，你在家也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刘姐，欣欣长大了，以后肯定能独当一面。路还长着呢，慢慢走。